你们瑞华怎么回事啊？像高杰这样的人也能被喊来面试？关键是你们的董事长居然觉得他很不错。董事长看人一般都很准的，高杰在比赛中也算是一匹黑马。镶嵌组招人本来就是配合彗星系列的，还是应该多听听高慧的嘛。输不起就推诓评委，这样的人招进来我可管不了。传出去还以为是我高慧黑白不分，什么人都敢要呢。怎么，你好像很在意他？怎么可能？我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，好吗？怎么，我们的设计师冠军容不下他，连招进来都不行？好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玉，他怎么回事啊？刚才面试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，现在又是话里有话的样子。他以前都是肯定我的想法的，这次怎么很不一样啊？照道理说，奶奶不会干预我们各个部门的招人。你刚才说她很肯定高杰，对啊。穆总，镶嵌组不是在招收新的设计师吗？高设计师，你这么气冲冲的是干什么呀？招聘会结束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你撞了人，连个道歉的话都没有，这满地的文件，你看不见吗？穆总，对不起。站住！我说过让你走。你这刚刚进瑞华，态度就这么傲慢，对我都这样，那你对下属不是更蛮横无理了吗？我已经道过歉了，穆总没必要上纲上线吧？我管理瑞华这么多年，哪个下属是真心，哪个是假意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。高慧，你这大小姐的脾气该收敛收敛，别待会儿风风光光的进了瑞华，到时候什么设计都做不出来，又灰头土脸的走，那多遗憾。穆总的教导我听进去了。那么，请问穆总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我希望你是真的听进去了。如果你没听进去的话，我倒是有好多时间可以给你慢慢上课。可以走了。谢谢穆总。我倒想看看，你能把彗星做成个什么样子。回来了。累了吧？还在生我的气啊？不声不响的跑去瑞华面试，也没有提前跟你打个招呼，确实是我不对。但是，好了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有能力就上，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？生我的气没关系，可是不要惩罚那些一直等你回家的无辜食物。好了，我自罚一杯，向你赔罪。
你不要以为喝酒就能了事，你不打算跟我解释解释？我只是想和你同一家公司，这样的话呢，那就每天都可以一起上班，一起下班，每天都可以见到你啦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的。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去面试？我只是不想你为难嘛。现在你这个位置那么敏感，不能为任何人徇私。如果能得到其他人，甚至是董事长的认可，那进瑞华就顺其自然了。那看来你成功了，因为你得到奶奶的认可了。什么？虽然奶奶能给出建议，但最后决定权还是在我们镶嵌组。我只能正式的通知你，对不起。你是在拒绝我？你就这么想进瑞华吗？我已经给很多公司投过简历，全都没有回音，只有瑞华愿意给我这个机会。而且你说过，董事长看人很有眼光，也不会偏听偏信，所以很有可能这次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可是看来我还是失败了。你被录取了？你是不是又在骗我了？你还说你上班是为了跟我一起，明明是为了当设计师。早知道是这么无聊的理由，我就不录取你了。那就以肉还债，想吃多少都可以。来，多吃点。可我还是喜欢吃你。就是喜欢开这些无聊的玩笑。哎，我能不能求你件事啊？你还用求我吗？什么事儿说吧。不要让公司的人知道我们的关系，好不好？那你要先告诉我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哎。你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我真不知道我们什么关系。不跟你说。什么关系嘛？啊？知道吗？说呀。我的珠宝首饰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我不问你，我问谁啊？老夫老妻深更半夜聊什么首饰啊？走，谈谈私房话。哎呀，行了你，这么醉醺醺的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把我珠宝首饰卖了，拿去澳门赌钱了？是不是啊？你装糊涂是吧？你不说行，我报警。报什么警啊？就那么点破首饰，还用得着报警？我拿去换钱了，怎么了？真是你啊！是我怎么了？天天宝贝你那些破首饰，我还以为多值钱呢，结果呢，塞牙缝都不够。无耻！是，我无耻，我混蛋。可只有混蛋的我，才能配得上无耻的你。当初你诬陷我儿子扔的那批红宝石，这件事情的封口费得多少钱啊？你那些首饰才值多少钱呢？我告诉你，你最少还要再给我20万。当年那批红宝石，那是谁拿出去卖的？啊？你是个好父亲吗？你是不是啊？
我当时是不知者无罪，而你呢，你根本就是存心故意。我跟阿直毕竟还是父子，我们都姓于，是一家人。你呢？不过是件衣裳，刚买的时候好看，多穿穿。现在旧了，还有一股子酸臭味儿。你嫌弃我？可以，我们可以一拍两散。不过，我也得问问，是谁当年害得公司资金断了？要不要替你这个好儿子去问问，妈愿不愿留你这个人在家里待着？你敢？我怎么不敢呀？你放手！看。子云啊，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？也好，尝尝我的新茶。好啊。没事儿。这个混账！子云，这种日子有什么好过的啊？离婚吧！我有几个律师朋友，离婚以后的这些权益，你都不用担心。其实，你不用活得这么辛苦的。你知道我的，我过不了平淡的日子。现在，我有你这个茶室，可以随时来坐一坐，说说自己的心里话，已经很满足。谢谢。子云，只要你想来，我永远都在。老板，有位新高的特警到了。是高洁，去。表姨，啊，来了。哎，没事儿。哎呀，太过分了，疼不疼啊？要不要用冰敷一下？我去拿冰块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不疼。这种人，你怎么还能忍着跟他过日子呢？有些事情不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我绝对不会给他任何机会，让他向我动手。倒是你，你为什么不听劝呢？非要往那个瑞华火坑里边跳。我让你不要去，不要去，你怎么都不听大人的话？我知道你为我考虑，可是，眼下我要继续当设计师，瑞华是最好的选择，而且，高慧也在瑞华。上次比赛我已经输给了他，我不甘心。如今回到同一赛道，即便起点远远落后，也不等同于没有机会啊。你只身进瑞华，那就等于是以卵击石。他们吴小慈这母女俩的这手段，你不是没有经历过啊，你也是看到的。你这么进去，你想想，你会是什么样的处境？
想过，既然我已经选择走这条路了，后面遇到的挫折和磨难，我都已经有心理准备。我是担心你，如果一步走错的话，你就步步都会错。商场如战场，步步都是危机。我真的不忍心看你搅进这趟浑水。谢谢表姨，处处为我着想。但是我已经长大了，不可能永远躲在你的羽翼之下，总要自己去面对人生，无论是好是坏，也是成长的代价呀。长大了，长大了，长大了，你性子还是那么倔。如果你进了乡签组，以后不管什么事情都要跟我商量，听见了没？好。妈，我都快气死了！什么事儿啊？高洁居然被瑞华录取了，怎么可能？不知道他施了什么迷魂术，居然搞定了林雪。那其他人也不好说什么了，只能让他留在乡签组了。妈，你说气不气人啊？这个人怎么碰上了甩都甩不开啊！你不是说高洁已经到了乡签组了吗？那不成了你的手下了？对啊，我一想到以后我每一天都要看到他那张脸，不是我哪还有心情上班啊？我都不想去瑞华了。虽然每天都可以看到于直，但也抵不过高洁带给我的坏心情。都跟你说了，高洁是你的手下啦，还不高高兴兴的去上班？对啊，我都气糊涂了。既然他已经落到我手上，那我一定要给他好看。那妈，我去上班了，走吧。奶奶，您最喜欢的龙井。无事不献殷勤，有什么事儿直说。奶奶，我觉得录用高洁是一件非常冒险的行为。一来，高洁现在已经被整个珠宝行业内的人排挤，我们没有必要为一个有污点的设计师买单。二来，您应该感觉得到，高慧不喜欢高洁。我们刚刚打点好和吴小四的关系，和高慧合作，何必让她在乡签组不愉快呢？怎么，一个小小的高慧，就把你们镇住了？奶奶，您的意思是？于毅啊，你跟慈恋合作非常成功，可是你在看人方面，还要有更大的格局。你知道，我不希望你只是管好乡签组。奶奶，我知道您对我寄予厚望，您放心，我不只是为了高慧，更是为了整个瑞华。毕竟，现在高洁受到整个业内的质疑啊。你从根本上就错了。我们和慈恋的合作，那是要把他占为我们己用，而不是让他一个人独大，更不是让他牵着你们的鼻子走。你没看那个叶强生已经听他的了吗？要再不接一个竞争对手，我估计你们兄弟俩以后都使唤不动他了。奶奶说的对，是我考虑不周。奶奶，现在高慧已经在《王者之心》的系列上设计了全新套系，我想在年轻人多的商场落地，开几家新的店，这样可以扩大乡建组的销售网络。那可是需要一笔不小的数目啊！目前慧心系列成熟的作品就是获奖的《王者之心》，其他的样品还没有出来。你总得让我看见样品出来之后，才决定是不是要投资你们乡签组吧？奶奶放心，
很快能让您看到。加油！高洁，居总，听说你现在在瑞华上班呢？嗯，恭喜你啊！瑞华是国内很有名的珠宝企业，对你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居总，关于我比赛中途蜡板断裂的事，公司调查过吗？我怀疑是当天配合我的几位工艺师中的一位。重点你怀疑的是凡斯内部的员工，但你现在已经不是凡斯的员工了。你让我帮着一个外人去对付自己的员工，对公司的形象是有损害的。除非你有东西跟我做交换。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你交换的。我看了瑞华这家公司，我很感兴趣。如果你可以帮我的话，上面有我的电话。你想要我怎么帮你？高慧入驻瑞华以后，相信会很快推出新的产品。我呢，也只是想提前了解凡斯的竞品情况。我可以帮你调查清楚比赛的情况，但你必须拿出有价值的东西跟我做交换。你觉得呢？我不会做这样的事。你先不要着急拒绝我，你好好想想，然后再联系我。咱们公司呢有一条铁的规定，董事长吩咐了，但凡是瑞华的设计，都必须铭刻真情，这个不能弄虚作假。谢谢叶总监的提醒，这也是我做设计的原则。这里呢，就是咱们的镶嵌组了，在座的各位以后都是你的同事，我呢就不一一介绍了，我先带你去见见咱们的首席设计师吧。嗯，好。我看你们都是不想干了。外面想跟我高慧合作的厂家多的是，我不需要你们这些能力不足还废话多的人。人事部都是干什么吃的？招的都是些废物。高小姐，高洁新人过来报道了。高设计师，你好。高设计师今天工作繁忙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以后都是同一个部门，还有很多切磋的机会。现在整个镶嵌组都在配合我做彗星系列。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同事关系，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。我们不会有机会切磋的，你只要听我指导就行了。在镶嵌组里，你是首席设计师，但是在消费者的眼里，他们只会为好的设计买单，而不会因为上下级的关系影响他们的判断。很好，我拭目以待。叶总监，哎，我们瑞华应该有全套新人培训流程。有。我希望下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能派上点用场，而不是只会耍嘴皮子。您放心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走吧。
那你就是新人，没有经验，做人要低调，哪有上班第一天就得罪领导的？我看呀，以后你这日子是没法混了。叶总监，我应该坐哪里？跟我来。我看这个位置挺适合你，低调又隐蔽，省得呀高小姐看你不顺眼。好。你之前的简历呢，虽然不怎么样，但是既然进到了我们瑞华，那就要努力的提高自己，争取赶上大家。我们镶嵌组是喜欢有狼性的设计师，只有最顶尖的人才才有资格留在我的团队。你看看大家，现在都很忙，没有时间管你。你呢，先做一些简单的入门工作好了。这些材料呢，是咱们公司这么多年来的草稿和设计。有一些呢都没有用了，你整理一下，把有用的和没用的都区分开，回头我检查。好。大家注意一下，5分钟后会议室开会讨论一下最新一批设计的注意事项。哦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高姐，这个会议呢，你先不用参加了，反正你也没有什么需要汇报的材料，先把那些资料整理一下啊。哦。哎，玉芝，你回来正好。哎，你赶紧去一次工厂。高慧的作品他一直不出东西，他打电话把厂长骂了一顿，现在工厂随时可能罢工。你去处理一下，顺便看看为什么咽气。他怎么跟个炮仗似的？我觉得我们像灭火器，他跑到哪儿我们灭到哪儿。灭火器？我都觉得我都快成消防车了。哎，你怎么想的？让高洁进镶嵌组，你明知道高慧跟他不对付，这样好了，都不用3个女人了，就他们俩都够唱一出大戏了。高洁的设计能力不也是在那儿？奶奶也承认了，进我们镶嵌组不是一员大将吗？现在跟高慧的合作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。你觉得他知道了你们的关系，他会怎么做？这个你放心啊，完全不会知道。我们家那位已经说了，我们约好不要让别人知道。我准备搞一个地下恋情。小伙子，你这是在玩火啊！全世界最难隐藏的就是感情，你别忘了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呢。再说了，以高慧对你的了解，你说不定一个眼神就出卖了你们的关系。哎呀，我一定会注意的啊！行了，你还真是我哥，为了我这个弟弟操碎了心。行了，我灭火去了。嘿，全心全意要摆闭幕嘴的是你，埋怨拿感情当筹码的也是你，去安抚高慧的是我。小子，我欠你！高慧入驻瑞华以后，相信会很快推出新的产品。我呢，也只是想提前了解凡斯的竞品情况。我可以帮你调查清楚比赛的情况，但你必须拿出有价值的东西跟我做交换。你们自己看看，这就是堂堂瑞华珠宝设计师的作品吗？前年法国珠宝展的东西抄都抄不到精髓。这是谁的？
这么过时的东西拿来当夏季新品，不怕被人笑话死吗？这个设计确实……这不叫设计，这是儿戏。再这么混吃等死下去，我看镶嵌组解散得了。是，您说的对，但是这队伍也得慢慢磨合。镶嵌组不是9年义务教育，没必要包教包会，必须选出真正做设计的和滥竽充数的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我决定进行一次设计甄选，即刻开始，3日后交稿。获胜的作品呢，可以作为夏季新品首发。获胜者可以和我一起共同研究夏季新品。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。不是说让你先整理资料吗？已经整理完了。那么多资料，这么快？我已经把资料进行了粗筛，然后再用 Xmind 做思维导图，这样就可以免去大家很多无谓翻找的时间，直接按图搜索，需要什么材料很快就能找到。干得不错。那我现在可以参会了。去吧。会议的主要内容我已经说完了，你们有功夫有时间去研究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，不如做点实际的事情。那个，我说2句啊。高杰，这次呢，你资料整理得非常好。接下来呀，再辛苦你跑一趟工厂。现在工厂打样的是咱们慧心女王系列的第1套产品，非常重要，你去监督一下现场。毕竟这落实设计投产也是设计师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，你要认真对待，千万不能出错。好。大家散了，干活。不是说来了个新的设计师吗？怎么是个打杂的？你们不知道他是谁吗？之前设计师大赛冲上评委那个，算是我们首席设计师的手下败将吧。是别的办法，不行就把这个地方再对呀。对。用其他办法再试。您好，我是镶嵌组新来的设计师高杰。高杰，设计师不是叫高慧吗？这到底谁设计的呀？设计师是高慧。我来这里是了解一下工厂的打样进度。这不是你设计的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打听进度就是催工期呗。我说你们这些坐办公室是不是特别闲？每天就知道催？你觉得容易你自己做呗。别误会，我是刚来报道，想学习一下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师傅，我试过好几次了，这步骤绝对没问题，是这图有问题，怎么制版啊？抽真空没漏气泡吧？绝对不可能。再试试别的办法。这次工期延后了，我也很着急啊，师傅们的压力也很大。哎，不是我找借口，我觉得这一次图纸设计真的是有点问题。就连最有经验的王师傅也跟我说了几次了，说这图纸设计的不合理，太过复杂，没法制版啊。图纸有问题，为什么不向公司反映呢？反映了，公司新来那个首席设计师高慧，人心高气傲，我没说几句呢就给我骂了一顿。骂我不要紧的，师傅没积极性啊，都不肯做，那我怎么办呀？这样吧，你先带我去工厂看一看。好。啊。看出什么来了？主钻的旁边有些沙眼。一些沙眼，这可是很多沙眼。这要是密集恐惧症啊，连看都不敢看。工期都已经这么赶了，
你看这图画的，天马行空嘛，这怎么做呀？所以公司派我来协助您，我不是来催工期的，而是跟您一起想办法，看看怎么解决眼下的问题。还说不是催工期，得，又来个不懂行的。不是，王师傅，收起你的臭脾气。这是公司小于总，过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困难没有。确实，这枚戒指呢，跟普通的戒指不一样，有一些繁琐。可是厂长也说了，您是我们工厂里资历最深的老师傅了。这区区一点的创意，就会难倒你吗？你说的真容易啊，那你自己做一个我看看呗。要不然，让我来试试吧。我是新来的设计师，手艺自然比不上师傅们。可是如果我能做出来，相信经验老道的师傅们肯定做得更好。小姑娘，你这口气可真不小。我今天就把话跟你撂这儿，你要是能做出一个成模来，我们保证赶上工期。师傅，说话算话。算话。亲爱的菠菜大大，我已就位，靠窗最里面那桌，坐等您来翻牌。希望是个美女。约的就是这个位子。不会是他吧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堵车了。还真是他呀！哎，真把自己不当外人了？我让你做了吗？反正你这边又没人。哎，你今天来是想干嘛呀？我当然是和女神约会了。你该哪去，别让女神误会咱俩。这有什么可误会的呀？人家女神才看不上你呢。人家女神可是颜值与才情兼并，可软萌可风情的文学女神。你再看看你。懒笨馋凶矮胖圆，就你这形象，你出门照镜子吗？我形象超正的好吧？切！啊，你介绍介绍你女神呗，什么来历？著名网络作家菠菜大大，新闻遇到36个帅哥，听过没？超级火！我女神快来了，你赶紧一边去，别耽误我成为女神第37个帅哥啊！喂。抱歉。以后出门啊，千万别说认识我。你赶快给我坐远点，别给我和女神捣乱。你，师傅。几乎看不到沙眼。还有这个，背面看不到的地方也很精细。还真有两下子。瑞华的设计师里，我还没见过几个像你这样懂工艺的。我外公是经营细工工匠，从小我就看着他做，对这些特别有兴趣。汪总，我们的设计师已经做出来了，还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。那是自然。啊，对了，你叫高洁？
这样，你就在工厂帮我师傅们，直到样品完成吧。是，小于总。喂，喂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镶嵌组又派了个小姑娘过来盯着，还挺厉害的，这事儿不太好弄啊。你就按我说的做，小心点儿，不要让他发现了。行行行，放心吧。嗯。让我们存在，不再有伤害，有谁不期待？从未感觉如此的相爱，听着呼吸都打着节拍，相爱的人才明白，没有什么变成阻碍。从未感觉如此相爱，牵着我的手吧，不用表白，未来的时光都不要放开。让我们去爱，让我们去爱，我们明白，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，勇敢的去爱。就是现在，我们去爱，向着未来，让我们去爱，让我们去爱，我们明白，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，勇敢的去爱。